在周日上午的相会首个活动中，魏凤和以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为主题发言，演讲时长约为半小时。魏凤和在讲话中表明，中方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以及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他说，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始终是和平之师，也必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谈到亚太地区，魏凤和表示，该区域是全球最具增长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各国应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实现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美好愿景迈进。魏凤和就台湾问题再次表明中方严正立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祖国统一是绝对要实现的。统一是民族大业，是历史大事，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魏凤和表示，搞台独分裂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民进党当局图谋改变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现状，不承认9·2共识，搞渐进式台独，担当外国反华势力的马前卒，沦为棋子者，终将成为弃子而被牺牲。魏凤和以美国历史举例，他提到，当年美国为国家的统一打了南北战争，中国非常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内战，但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的图谋。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中方一定会不惜一战，不惜代价，一定会打到底，这是中国不二的选择。魏凤和强调，外部势力干涉是绝对不会得逞的。有的国家在台湾问题上背弃一个中国的原则和承诺，支持台独分裂势力倒行逆施，还动不动就打台湾牌，拿与台湾关系法说事，用单方面炮制的国内法管别国的事儿，干涉别国的内政，中方坚决反对。我要正告台独分子及其背后的势力，搞台独思路一条，妄想挟洋自重，不会得逞，休想！意识的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人都阻挡不了中国统一的步伐，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正在新加坡参加相会的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原教授张英利少将告诉深圳卫视记者，虽然此前在与美国防长的双边会见中，魏部长已明确表明中方就台湾问题的立场，此次演讲中再谈这一话题有特别意涵。有这么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试图介入台海的不止美国一家还有美国的很多盟友，你比如说日本呐，还有包括这个北约就等等一些国家，所以我觉得这个魏部长在这样一个国际化的一个场合就正告台独分子和他们背后支持他们的势力我觉得这是可以起到更广泛的这个震慑作用。对于中美关系，魏凤和在演讲中对美方提出了4点要求：一是不要攻击抹黑中国；2是不要遏制打压中国；3是不要干涉中国内政；4是不要损害中国利益。魏凤和表示，只有这样，中美关系才能搞好。但美方一些人仍然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打压，中方的立场很明确。要对话，相互尊重；要相处，和平共处；要合作，互利共赢；要对抗，奉陪到底。魏凤和提到，中美两军应加强战略互信，避免误解误判，管控风险危机，防止摩擦冲突。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健康稳定发展的大国关系，也必将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如果有人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军队也从不畏惧战争。外界注意到，美国防长奥斯汀在本届相会期间再次声称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称印太地区是美国国防的优先区域，是美国大战略的核心。
张英利少将对深圳卫视表示，魏部长上午的讲话将中方的安全理念与亚太安全形势结合来谈，是希望告诉世人，更符合亚太国家共同利益的安全秩序是怎样的。因为我们都讲嘛，这个美国的所谓印太战略啊，它是影响在印太地区呢，构建一个秩序啊。但我们认为呢，印太战略也是制造分裂啊，破坏和平啊，挑起对立啊，所以我们是不赞成印太战略啊。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对亚太国家都有好处的这样一个秩序。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周日在相会发表题为《中国对地区秩序的愿景》的发言。那么您对此有何观察呢？是的，程倩，外界舆论普遍关心中国防长会就台湾问题做出哪些强硬表态，会对中美关系做出何等评价。但在我看来，魏部长此番发言的信息增量，并不仅仅局限于中美亦或是台海，更在于中国在世界、在区域内将扮演何种角色的系统性论述。我留意到会场的蓝色屏幕上显示的英文题目使用了 China's Vision 这个表述，因此我认为这则发言也是在向世界讲述中国视域下的地区秩序该当如何。考虑到当下这个世界，欧洲秩序正遭受大地震，而亚太秩序又被广泛视为所谓洗牌前夜，因此作为区域内的大国，中国的看法具有极大的风向标意义。魏部长开宗明义，先抛出了中国思考。他说，人类社会正经历历史上罕见的多重危机，出路在于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旦将这个解题思路聚焦在亚太，答案便是各国应朝着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实现亚太地区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美好愿景迈进。魏部长在讲话中援引了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里的主旨句，那就是中国坚定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中国军队始终是和平之师，也必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初心使命与建军底色的充分诠释。魏部长提出了4个坚持与4个反对，不点名批评美国的印太战略是打着自由开放的旗号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绑架裹挟地区国家，针对特定国家，渲染冲突对抗，打压遏制，围堵别人。魏部长进一步评价道，任何一种战略都应该顺应历史大势和世界潮流，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各国共同利益。在我看来，魏部长今天的发言一并回击了美国、日本方面此前一天指向性过于强而且不太友好的发言。外界留意到，魏凤和在发言中再次强硬警告台独分子及妄图干涉的外部势力。那么，您对于这部分讲话有何分析呢？我认为这些年来，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政界、军界高层在国际多个外事场合，已经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进行了充分且直白的宣示。在我看来，就是3层逻辑：首先，毋庸置疑，祖国必将统一；其次，我们对和平统一始终抱持极大愿望；再者，倘若红线遭到突破，那么我们将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促成统一目标的实现。此次相会也不例外，魏部长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的表述，代表了中国军人强军练兵、枕戈待旦的终极使命。此外，引起我浓厚兴趣的却是魏部长为不惜一战表述他所设置的一个历史情景。他说，当年美国为国家的统一打了南北战争，中国非常不愿意发生这样的内战，但将坚决粉碎任何台独的图谋。在我看来，魏部长援引美国南北战争作为论据有几个妙处。首先，这为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做出了西方世界听得懂的定性。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而台湾问题同样源于中国国共内战的历史延续，是由民族弱乱和内战而产生。因此，台湾问题从根子上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绝不容他国干涉。其次，南北战争也被称为美国建国以来最为血腥的内战。
据统计，约有10%的20至45岁北方男性与大约30%的同龄南方美国男性在战争中死亡。我相信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从南北战争的视域去观察台海局势，就该清晰地感知到，中国的国防部长在新加坡掷地有声的不惜一战、不惜代价，绝不是什么所谓空洞的威吓。再者，南北战争也是一场被外部势力干涉的美国内战。1861年5月，北军对美国南部多个港口实施联邦封锁，英国人却使用快速武装走私船给南军源源不断地送来武器弹药。那么林肯总统是怎么做的呢？一个字：打。当历史照进现实，我们相信相会现场听众以及国际舆论一定能够明白，魏部长所讲的搞台独是死路一条，挟洋自重不会得逞。